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拳爸。那快打6呢，出到现在已经第4季了。那身为一个出版就存在的一个元老角色，老商呢，他的影片已经在网络上已经非常的多，但是当中呢，有一些内容可能就是已经不适用的，或有所变化，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在当时呢，这个游戏才刚开始，所以对于一些理解上面还在摸索中。这边呢，我就来分享一下，就是到了第4季为止，我对于老商的地面的拳脚部分，它的一些感想跟心得。那当中呢，friend 数的部分，我们就不要一一带去赘述了，相信这个都是很好查询的资料。那我们就直接直观一点的，从我实战中感受到的，然后来去分享、去叙述。完整版影片放在会员专属中哦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来说说战轻手。战轻手它是一个现代模式无法单发使用的拳脚，它的水平长度呢很长。这种长度基本上在别的角色身上呢是中攻击的长度，当然它不可能比现在的这个肯还要长了。那我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距离感。它又是在站姿当中硬直最小的拳脚，你看不管是其他的站姿，基本上都是超过10伏的恢复，唯独这个是9伏。简单讲就是一个收手最快的站姿攻击。然后再来是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当杰夫他一般的轻攻击呢，只要是蹲姿的话呢，都是连防的。那如果遇到了战轻手呢，它就是会变成不连防的状态，也是像这样。很明显看到，他如果乱动的话，就会被打到。所以战轻手就是一个很容易打到乱动的攻击。那再来是有些人联动会选择这样子接，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固定的，有时候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而在同样的位置上呢，如果是用战轻手，它就可以打得到。所以呢，战轻手它其实是比架轻手要稳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会建议都是用这样子连段。战轻手呢也是一个很好截绿抽的拳脚。首先因为它是站姿的。站姿的情况下，在立回的时候本来就是比较方便。那当然我们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战轻手它就可以很快的去做拦截。其实所有的拳脚都可以截绿冲，只不过是因为它的发生速度不一样，以及它的长度不一样，所以拳脚都有它适合的位置。相比下，如果你是用下轻手，因为它距离不够长。那就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再来是战轻手跟下轻手，他们的攻击持续是有差的。战轻手呢，它多了1格的攻击持续，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比下轻手容易成功拦截。所以说可以知道说，如果是攻击持续只要是3格以上的，其实呢拦截率冲都还蛮不错的。容错率比较高一点，如果是到4格的话，那更不用讲。但是相对的4格的攻击啊，往往就是比较慢，比较适合在更远一点用。所以撇除掉反应问题，如果你都反应得到的话，你还要预防一件事，就是刹车。就像这个样子。那同样的情况下，如果你用的是轻攻击的话，至少还有机会可以来得及回防，破绽也会比较小。但中手，这是一个高度偏高的水平攻击，它的长度比战轻手还要长。然后偏高的位置呢，让它比较容易会碰到一些崩插或者跳入的攻击。那么立回时呢，它无论是插合或者是截击，都可以简单的得到2000以上的伤害。配合绿冲是很强的中距离突击武器，无论压起身或者是立回，它都有很稳定的表现。因为它的攻击长度呢，所以它截绿冲时其实蛮好用的。例如像有时候我们虽然有反应到，但是因为距离不对，所以选错了拳脚就会发生这种事。就是我明明有截绿冲了，可是呢，因为太早挥了，导致打不到，反而被插。而战中手这个问题就比较少，因为它太长。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只要你反应得到，
中手几乎都可以碰得到，尤其遇到快的角色啊，更不容易发生刚刚的这种情况。那为什么我轻脚不好呢？答案是因为攻击持续，但轻脚它只有2格的攻击持续，也就是说它攻击判定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就算你拦了，很长也会因为它已经结束了就被打到了。反而中手呢，它是4格，也就是所谓4伏啊，它攻击的持续时间比较长，这种攻击都很适合拿来就是做所谓的放置，就是我把手摆在那边让对手撞上来。所以说中手在解绿冲上面很强，无论是它的长度跟它的攻击持续。那绿冲中手呢，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追后后的手段，例如像这样的情况，应该是大家很常见的。这种情况它虽然是负的，但是你没办法确反它。相信大家都应该遇过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选择了一些大风险的举动，当然是可以打到他们，但是这个风险就真的很大。因为如果假如对手他根本就不是后后，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后走，那就出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追的话，就可以考虑一下用绿冲。那好处是，如果他后走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打到一个有利的，因为毕竟我是绿冲中手。在这边又可以打摔折，直接呢就攻防交替了。遇到气功呢，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使用 parry， 当你距离如果很够的话呢，是可以换的。而且有的角色像以肯为例，肯的伤害就比较低，所以说我们会赢。那有的伤害会跟我们一样，甚至会比我们高。但是都没关系，重点是这个手段就是当对方血少的时候，或者他已经残血了。我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呢，直接收他的血，或者是给他更大的压力。有时候中手第2下压制，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用 TC 第2下，基本上推远风险很低。可是好处是它可以换到一些情报，对手会乱动被你打到，可是他乱动到底动了什么，也是很有用的情报。假设他今天就是一个会点回来的人，那我们从打康就可以知道说，哦。他乱点攻击，这个人是可能会有距离就把你跟你抢攻击的人。那有时候也可能会什么都没有他就被打到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大概知道说，哦，他有可能会喜欢用后或者跳来防守。但是呢，也要小心，就是有些人他们会在你的中手之后呢，然后就硬跟你抢一个 DI。像这样的动作，这种动作呢，如果你连续的按 MP 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会被打到的。无论你有没有 TC 啊，你只是单纯的按都会中。那除非你是用绿冲，就有机会点回来。这是为什么绿冲中手很强。但重手的范围呢非常的远，而且挡住以后对手是没办法确反。那缺点就是它的如果挥空的话，印子大，凑齐空会外吐。如果没碰到对手的话，会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。还有就是他的下半身，他故意把它做外凸，就是让对手好插合。无论插合或者抽奖，只要打到康呢，就可以击飞，让老伤释放空间，跟压缩对手板边的距离。所以老伤，如果你立回想要打得舒服呢，基本上首先就是要先把对手卡在一个重手摸得到的位置。重手呢，也是一个老伤在中近距离的时候呢，主要消磨对手动力槽的手段。当然，它也是拿来恢复自己的动力槽。当然，如果是蓄力的，也会不一样。当然，就加更多，扣更多了。无蓄力的重手呢，在范围内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抽奖。同时呢，它也是一个很简单就可以拔河对手的攻击。那蓄力重手呢，它只要第4伏就有一个蓄力霸体，并不需要等到蓄满才有，蓄一点点4伏就有了。那这些都是没有蓄满，4伏就有了。
当然你要续满的话，就会有更大的回馈，但是相对的你的硬值会比较大。那有蓄力跟没蓄力之间呢，它可以让动手有节奏的变化。它在这个距离内也可以吓阻对手气功。那如果对方的连续气功频率很高的话，我们可以尝试用绿冲巨力重手，而且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些角色上的对策。那在防守面上呢，它也可以处理一些相杀 set， 譬如说就是最近大家比较熟的沙加特。像这样的相杀 set， 就是你不能点它，但是老伤可以这样处理。那绿冲重手也是老伤常用的突击，挡住了以后是正一。那当然，如果很大胆的直接续到满的话呢，可以形成正七，那就更有力了。蓄力重手配合绿冲的话，会有一种刹车的效果。例如对手可能已经准备好要拦截你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被他下来。同样的地方，如果你尝试蓄力的话，就有可能反而躲掉对方的拦截。然后蓄力重手也让老伤在虚弱的时候比其他角色多一个应对 DI 的手段。老伤呢，你只要在虚弱的时候有准备好重手，那基本上对方是没办法帮你裸 DI 的。那如果呢是已经被人家强上的话呢，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完全没有救，还是要看一下对方是用什么方式来撞的。譬如像刚刚这样的动作，这个时候就看一下这边，在训练场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有3格黑色，这3格黑色代表着我们可以有多少空间可以动。那3格黑色不是代表3伏哦，3格黑色代表是4伏，因为第4伏的时候刚好就是打上来的时间。换句话说，这边有4伏可以塞入，但是一般的角色没办法，因为你4伏按下去就是被相杀打到，所以说呢，这边我们就可以用霸体来把它扛掉。我们比其他角色多了一个手段在这边。战轻脚，战轻脚呢是老伤最远的轻攻击，看到轻手、下轻手、下轻脚都碰不到，唯独战轻脚，甚至战轻脚的距离还比战中手远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它插合很强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它够远，甚至比别的角色的中攻击还远。那所以它是一个力回上面很广泛在使用的拳脚。那战轻脚它的发生速度也让我们很容易可以插合到对手。在老伤所有的插合方法里面中呢，这个战轻脚是最容易的，所以建议试试看哦。当然，它也是一个老伤很强的起攻手段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其实我们在打力回的时候，其实重要就是要进入到一个战轻脚可以碰得到的位置。只要我们气够多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我们在这边就是可以硬去折一波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这无论是打或摔，你只要成功了都很痛。那就算连段没有接好，我们还是可以折人。这个战轻脚冲进去以后，就是一个老伤的他的自由时间。同时呢，不只是绿冲，特快车也是。所以当老伤进入到一个战轻脚可以摸到的位置时呢，对对手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他随时都要盯紧你的战轻脚。所以呢，有对策的对手，他是会特别锁定你这个战轻脚，往往他就是会在你有取消的时候呢，就会凹或低防。然后战轻脚还有一个地方很厉害，就是当我们要收血或者是要花大量资源去压人的时候呢，就是最后终局可能要得一波定生死，它会很有用。例如说像以马农为例子，我们往往指令头一摔完呢，他如果后其实是很难追的，必须用动脚，就是必须用长的拳脚才可以摸得到他。可是往往这个长的拳脚呢，除了重脚把它绊倒以外，其他的拳脚基本上都是很难有回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战轻脚它就发挥它的作用了。
它可以做一个继续的追击，甚至你要在这边打摔都可以，或者是接出大连段。但是整体上来讲，它就是花了很多的资源，这样子再绿冲，然后再花资源。如果这一波对手没有死的话，我们的资源也用干了。所以才说这个通常是在绝杀的时候，也就是你要给对手一次定生死。通常呢，对手也知道，就是当我们要绝杀的时候呢，会用战青角，这样只要推远的情况呢都可以使用。因为这个 PP 可能打的有点远。而且呢，如果是用重角的话呢，有时候会面临就是敌癌。那战轻角呢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甚至我们绝杀的时候呢，已经没有动力了，也还可以用改成蓄力重手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压制，缺点就真的就是花很多资源。那老沙呢，在立回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好不容易看到破绽了，或者是你连段终于打到，但是都会因为距离而难以追。此时大部分都是用弹金角来做取消。战中角，现代模式没有的拳脚，水平长度很优秀，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控制跟牵制用的武器。那虽然是中攻击啊，可以看一下900的概念是什么？就是跟其他角色下重角是一样的伤害。那它挡住了，扣0.6个动力槽，什么意思呢？跟重手是一样的。所以它连扣动力槽都是一个重攻击的等级，别的角色重攻击也就是扣这样的动力槽。所以这个战中角啊，它等于是重攻击等级的拳脚，因为它是重攻击的伤害，所以说在10伏以内太远的话，可以使用战中角去踢一脚，这样子也可以拿到破千的伤害。那像这种20伏以上的破绽呢，都可以考虑用绿冲中角来接连段。那为什么不用战中角呢？因为现在呢，绿冲中角是地面最痛的 SA 3连段。如果今天你是用头锤的话，伤害是这样子。如果改成是其他的攻击呢？伤害者是这样。那如果是战中角，伤害明显的赢了很多。但是呢，在碰撞框改变了以后呢，有很奇怪的现象发生在大型角色上。如果说是在有距离的情况下呢，我们用绿冲中角，这边是可以接得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就很正常。但是如果你绿冲中角冲得很近，那么近，反而打不到，等于说遇到了大型角色，你绿冲中角呢，不可以先碰到它。我们叫先碰到它，你先绿冲了，然后再按，那就会接不到。你必须要在碰撞到它之前先出中角，要这样子，你才可以接得到。这样子是一个蛮反直觉的事情。你必须没有碰到也可以，但如果你绿冲的时候就碰到它了，道理来讲会更近，结果反而会打不到，会被挤开了。讲一下现有的环境下，因为
老桑呢遇到2个状况，就是上一次的改版呢让老桑变胖，前后各多0.5个。那新的角色不管是艾莲娜或沙加特都是属于拳脚比老桑还要长。那再加上之前的判定框改变之后呢，有一些对局确实会让站中脚的频率变多。那现代的话呢，就找了这2样东西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多多善用他们一键的防守能力。站中脚这也是一个现代没有的拳脚，挡住虽然是正的，可是呢，它打不到蹲姿，所以呢，其实并不太会去因为它是正的而去用来压对手。它的性质跟沙卡特的前重脚不太一样。在利维使人沙加特它是会主动往前，那老桑并不会，动量没那么大，以下只是正一而已。反而在利回上面呢，它比较多是用来打垂直跳。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已经把对手给推远了，然后不想放过对手，会急着想要出拳，这个时候呢，很可能就会这样子吃到。再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膝盖，有时候也是推远了，然后我们就用膝盖，然后也会中招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可以稍微等一下，然后注意动脚来锁定他的垂直跳。一旦对手被打到呢，我们就多了一个靠近的机会。如果在角落的话，就可以好好的把握，因为如果打得到的话，是可以接 OD 指定头的。那如果说像资源像这样子很尴尬的话呢，那你就下动脚就好。然后 A11 的旧连段对冲取消动脚，那这个呢现在已经被淘汰了，因为现在的头锤呢是可以接到3MP， 哪怕已经增加了补正。伤害还是比这个连段痛，但有时候呢，力回上也会拿来插合一些太远，但是判定框比较高的攻击，像这样。那重脚插合呢，往往都会比较远，所以说呢，大概都是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次老桑地面拳脚理解的更新。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拳脚还没说，那这部分呢就是会在后面的影片呢再继续补上。那完整版影片呢，其实也就是在该拳脚上面再继续延伸下去，开始会扯到一些就是比较偏力回面的，或是一些不同的运用方式。也会有一些是对侧面的东西，就针对一些角色用的对侧等等啊，但是也有很多是实验性的，因为这样的比较细碎啊，所以就会把这些给专属会员啊。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加入哦。那希望大家还喜欢，拜拜。影片结束喽，谢谢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还喜欢，下次见喽。